大家好，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乌克兰的春季大反攻还会有吗？反攻的目标到底有多大？中国的农历已经立夏，算是进入夏天了。许多人关注的是乌克兰乃至美国人说了快半年的春季大反攻何时于何方向最终开始。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反攻的目标有多大。是在乌克兰本土内的有限反攻，还是把俄军打回本土并深入俄罗斯境内？如果是完全夺回巴赫穆特，那只能算是争夺战，上不了反攻的门槛。国内一些自媒体的目标比美国和乌克兰还高，他们认为乌军一定会把俄军打回本土并深入俄罗斯境内。我也真是不懂，他们怎么就比美国和乌克兰还要积极并更有信心呢？以乌克兰现有的综合实力，包括战前丝毫没有受损的情况，也不敢确定这个目标。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北约成员国也不敢定下这个目标。导致国内的一些自媒体人和网民雄心远比美国还大，这到底是因为什么？我真是很不明白。日前，我结合俄罗斯红场的胜利日阅兵做了一个直播，其中讲到胜利日阅兵的由来。当时纳粹德国可是集中了550万大军、4900架战机、3700辆坦克、47000门大炮、190艘军舰，对苏联展开了闪击战，结果却被苏联攻进首都柏林，希特勒自杀，德国于1945年5月8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今天的乌克兰有这个能力组织这么多的兵力吗？能组织50万人、500辆坦克、500门大炮、5艘军舰都是不太可能的了，怎能通过反攻打进俄罗斯本土呢？即便是乌军获得了北约国家300多辆坦克、1000多辆装甲车的援助，还能组织起10万人规模的反攻吗？又能实现多大的反攻目标呢？我相信乌克兰在局部地区和方向的反攻是可以取得突破的，只要集中出5倍左右的局部优势兵力，肯定可以取得一些战果。但要想获得扭转整个战局的反攻胜利，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